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。曾经呢，我有朋友，他们一家4口飞往欧洲啊，他获得了2400欧的赔偿。那么这个赔偿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欧盟有个规定叫 EU261，当这个航空公司如果说发生延误以及取消的情况下，它需要给旅客进行赔偿或者协助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打开了网站呢，是欧盟官方网站，这里面就有介绍，而且非常官方啊。因为现在呢，英国已经脱欧了，所以说呢，它这个信息比较准确啊。首先的话，欧盟航空旅客权利适用于哪些航班呢？如果您的航班在欧盟境内，并且由欧盟或非欧盟航空公司运营啊，说白就是说，你的航班只要在欧盟境内，你做任何航空公司都能够的赔。比如说，你法国飞往德国的航班，例如巴黎飞往柏林，任何航空公司你都有权啊索赔。那么第二条，如果说你的航班从欧盟境外抵达欧盟，并由欧盟航空公司运营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上海飞往巴黎，可能有选项啊，你可以坐南航的航班，也可以坐法航的航班。那么你坐法航的航班，你就可以获得赔偿；如果说坐的南航航班，你就无法获得赔偿，就不适用于这个规则。第三条是，比如说我从法国回中国了，我从巴黎回上海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坐什么航班呢？这个时候不限制。只要是欧盟或者说非欧盟的航空公司都可以，因为你在法国的领土上属于欧盟的领土，适用于这个规则。好，这里有一条，从英国前往欧盟国家，这个我们不看了啊，反正就是说英国现在就不适用了。英国的话属于非欧盟以外的，就跟中国一样了。那么还有个注意的规定，就是说冰岛、挪威、瑞士的话是属于欧盟规定的啊，也是适用的。好，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，拒绝登机。这种情况其实在欧美的航班里面经常会发生。曾经有一次，我跟我朋友2个人从纽约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，坐的是美国航空。那一次，我朋友就被拒绝登机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，以及我解释我朋友他不会英文，把他落下的话会造成很大的麻烦，那么才让我们坐飞机了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发生，但是呢会赔偿。我们先看一下哪些情况的话，它是有权拒绝登机的。第一种情况是出于安全、安保、健康原因是可以的，因为有些人他是有心脏什么支架之类的嘛。第二种的话是没有乘坐包含返程航班的预定的去程航班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有些时候呢往返预定的话会更便宜，有些人的话他只坐单程航班。比如说我作为广州人想回北京，但是我发现广州飞北京的单程航班结果还不如北京飞往广州，再从广州飞往北京，那这样的情况也会有的。所以说呢，有些人他就第一段不做，只做第二段。第三种情况其实跟我上面说的情况差不多，就是有些时候联程航班会更便宜一点，他只是说做中间这一段，那这种情况是可以拒绝登机的。还有就是宠物旅行啊，没有相关证件。那么什么情况可以赔偿呢？如果说你持有效的航班预订，什么都有啊，证件也有，机票也有。但是航空公司超售或者运营原因啊，运营原因就是可能罢工了这个，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啊，并且不是自愿放弃座位的，那么有权得到赔偿，在售后阶段选择报销、改签或者重新预定的权利以及协助啊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赔偿就是赔钱嘛啊，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把我的机票退钱嘛，然后改签嘛，或者说重新预定嘛，然后协助的话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拒绝登机的话，那我住宿啊之类的交通啊，那你要赔偿我也要赔钱啊。好，第二条的话是航班取消啊，航班取消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航班取消太多了。他这边定义的就是说呢，原来的航班被取消了，然后呢你被转到另外一个航班了啊，这也属于航班取消。飞机起飞，但是啊返航了啊，就是飞机遇到故障返航了，你又被转到另外一个航班了，这个航班也是被取消了。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好事情啊，飞机出现故障了返航了。第三种情况，你的航班抵达机场不是机票上注明的最终目的地，比如说大阪飞上海的航班，结果他飞到南京去了啊，可能有很多原因嘛。那如果说这个原因啊，比如说大阪飞上海的航班呢，结果飞南京呢，告诉你了，你自己接受了啊，那这个不算取消，只算延迟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，大阪飞上海的航班呢，原来是飞浦东的，结果飞虹桥去了，这种的话也算延迟，不算取消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它只是抵达同一个城市，因为有些同一个城市的话，它可能有2座机场、3座机场，那这种的话不算取消，只算延迟。那什么时候被取消你才能获得赔偿呢？只有当他告诉你的日期不到14天的时候，你告诉你的航班被取消了，那么你将获得赔偿。如果说他提前15天告诉你
你被取消了，那你是无法获得赔偿的。好，我们说延误啊，延误的话，说实话，如果说在出发时延迟的话，你有权获得协助报销和返程航班，相当于说呢，就是说呢，获得协助的话，相当于说，往返交通一些报销啊，包括酒店住宿报销啊，包括这张机票的报销啊之类的。但是赔钱的话是要到达最终目的地的延误超过3小时，你有权获得赔偿。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航空很厉害，因为它经常出发时延误，但是到达时候不延误啊，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就没法获得赔偿了。但是如果延误是由于特殊情况造成的话，那就是没法赔偿啊。特殊情况呢，包括天气、机场罢工，不是航空公司罢工，那属于特殊情况啊。极端恶劣天气的话，比如说航班超售啊，航班超售的话就是拒绝登机的一块啊，那其实相当于就是有权赔偿嘛啊，这个的话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说升舱和降舱，如果说被升舱的话，明明我订了个经济舱，他把我变成头等舱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不会让你付任何付款的啊，这个的话是挺爽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买了头等舱被降到经济舱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想给你补偿的。那1500公里以下的航班呢，补偿30%啊。那么1500到3500之间的话是50%，3500以上的话，75%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不太划算啊，因为头等舱跟经济舱价格的相差很大的，可能相差好几倍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不建议去降级啊。如果叫你降级的话，最好拒绝一下。好，关于转机啊，转机的话情况呢，就是说，出发延误了，或者说到达延误了，那么联程航班嘛，比如说我从巴黎飞往纽约，纽约飞往洛杉矶，那个时候呢，巴黎延误了，那么最后的话导致我纽约飞洛杉矶的航班也没法乘坐了啊，可能飞机飞走了，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赔偿啊，这个时候的话，说实话也是按照那个3小时来计算啊。按照到达的3小时来计算。好，我们看丢失行李这块啊，如果说托运行李造成损坏的话，那么最高赔偿1300欧。如果手提行李损坏的话，那航空公司对损坏负责啊，没有说赔多少钱。旅游保险的话，这个要买的话，你要必须在值机柜台值机之前买啊，不能值机之后买。你值完机之后呢，就等于说买了没用了啊。那如何投诉的话啊，向航空公司索赔7天以内索赔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其实根据我的经历的话，就是到达之后发现行李破损的话，你直接向机场提出赔偿啊，机场会问那个航空公司要的，一般没问题的。好，我们看赔钱赔多少钱啊？拒绝登机的话也是按照公里计算的啊，1500公里以下呢250欧，1500到3500的话400欧，超过3500公里的话是600欧。比如说我们中国飞往欧洲的话，都是超过3500公里的，那个时候的话，都是可以获得600欧的。那么关于取消航班的话啊，这个赔偿金额也是一样的啊，规则也是跟上面一样的，但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航班被取消了，那航空公司肯定要把这钱给我退回来，是吧？报销我的机票。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尽量让我改签目的地啊。那么如果说我选择改签的话，他帮我改签了，改签了之后呢，还是超过原定到达时间的话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还能获得赔偿啊。那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取消呢是没法获得赔偿的话，比如说呢，他是14天以上通知你了啊，提前14天以上告诉你了。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他在7到14天之内啊跟我说了取消了，然后让我重新改签。改签的话，那你的航班你不能改得太离谱嘛，对吧？如果说原定出发前不超过2小时出发的，那么我就没法赔偿了。如果说在原定到达时间后不到4小时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话，那我也是没法获得赔偿的啊。那么下面这个的话是不到7天通知啊，不到7天通知，那么我也被改签了。改签的话，那么原定时间不超过1小时出发啊，到达时间不到2小时的话，到达目的地那也是无法获得赔偿的。但是如果说被我改签之后呢，如果到达时间呢延误2、3、4小时，这赔偿可能会减少50%啊，这个也是可以获得赔偿的。那改签之后还能延误啊，那么还是会赔偿的。好，我们看看延误赔偿多少钱啊？延误的话赔偿多少钱的话是按照到达时间来计算的啊，到达最终目的地时延误了3小时或更长时间，那么就获得赔偿啊，也是这个按照这个公里数来计算啊，250欧、400欧、600欧3个档次。超额预订被拒绝登机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刚才我说过协助啊，哪些协助可以呢？啊，就是说拒绝登机、取消时协助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茶点啊，免费给你小吃嘛，因为毕竟肚子饿是吧？还有食物啊、住宿啊。如果说呢重新预定了第2天的旅行，那隔夜嘛。曾经有个朋友他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呢，就是被延误了啊，然后呢他们就免费获得了一晚住宿啊，那晚住宿也价值好几百欧了。还有的话就是接受你从酒店把你接到机场，对吧？你毕竟第2天坐飞机嘛，那我总不能待在机场酒店里嘛，对吧？然后酒店可能在机场外面，那么电话传真这些啊，如果说你自己掏腰包了啊，有些时候呢自己掏腰包了，没有提供帮助啊，那你自己的这个钱的话
啊，是必要的、合理的、适当的，那你拿好收据啊，让航空公司给你报销。那么刚才我说过啊，只有到达延误时候呢才有赔偿，但是出发延误时呢，他要协助你啊，协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啊，给你餐食和点心，一次两次免费电话、电子邮件或传真。那么协助的话，它是分公里数的啊，分公里数，比如说1500公里的话是2小时啊或更长时间，那么1500到3500的话啊，3000之间的话是3小时之间啊。那么所有其他航班延误4小时，这个时候呢给你协助啊。说实话，这些的话也是小羊毛吧。那如果说出发时间长时间延误啊，比如说延误了5小时是吧，更长时间啊，这个时候呢他必须退还你的机票啊，退钱啊。但是如果说呢你有转机航班的话，他这边建议呢你是要尽早返回出发机场啊，赶紧是自己去坐飞机吧啊，这是空话啊。但是呢我如果说换了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宁可等着的啊，等着的话至少他能赔我至少250欧嘛，对吧？如果说我这个远途航班的话能赔600欧，我不要退换机票，如果退换机票的话可能这赔偿就没有了。但是呢有些人呢，他第一个呢他赶往机场，赶往下趟航班，如果说呢航班延误6小时的话，他等不及，他选择别的飞机坐了，那这个航班呢刚刚要飞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坐这个飞机，这个时候呢又不能赔偿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两难选择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下哪些情况，特殊情况啊，取消的话特殊情况，比如说政治不稳定、恶劣天气条件、空中航空交通的管理决策啊。那么如果说这个飞机在维修过程中发现飞机有问题啊，那么包括移动什么登机架啊跟飞机相撞啊，这种情况的话不算特殊情况。包括航空公司内部自己啊，这个航空公司他罢工那也不算啊。如果说机场工作人员罢工，那这个是算特殊情况。好，延误的话情况也是一样啊。那现在接下来的话，我教大家怎么去申请赔偿。因为申请这个赔偿过程中呢，有很多航空公司啊会耍赖皮啊，他不会给你轻而易举的给你赔偿，甚至有些廉价航空公司呢，即使他认同了你的赔偿呢，他也可能会1年之后给你付款啊。所以说呢，好的航空公司呢，一般来说的话，他会耍赖皮，即使他承认了，他也要1个月之后给你赔钱啊。所以说我们可能要找第三方协助一下。好，我要安利的网站呢是这个网站啊，那个网站网址链接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找到。然后呢，在右上角的话，我们可以点击更改语言啊，很方便啊。他这边问你啊，你是否经历过航班延误或取消？那么其实在3年之内的话，都可以获得高达600欧元的赔偿，不论机票价格如何。其实的话，他这边都会帮你去赔钱啊。首先的话，比如说你这航班延误了，你输入出发地、最终目的地机场，然后查询赔偿啊，查询能不能他自己帮你检测了。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自己赔偿的话，确确实实压力很大啊，跟航空谈判的话，确实费时费力啊，还有电话来来去去啊，有些时候呢，语言沟通也麻烦，航空公司经常耍赖皮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帮你去索赔啊，索赔的话，但是呢要给他钱。那么他这边呢有2种收费方式啊。一种收费方式的话是帮你一次索赔啊，一次索赔的话就是说它是标准费用啊，35%左右。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是你参加他们会员服务啊，包括会员服务的话，相当于每年付钱啊，付会员会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可以免费获得这个帮助啊，按需索赔，次数不限啊，需在航班中断之前购买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你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啊，那你先买了这个会员服务，那么后来发生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帮你办这个事情，相当于保险啊。你不能出了事情再去买保险，对吧？那么就这么简单啊！如果有朋友的需要的情况啊，可以看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网站。